哈喽啦，大家好！时间过得比我减肥还快，转眼又到了一年一度聊时尚的时候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时尚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王者？是那种穿出去回头率爆表的奢侈品，还是偷偷藏在你衣柜里的平价救星？今天我就要来带你们揭秘2025年10大品牌的排名，顺便告诉你这些品牌的价格有多离谱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啦，系好安全带，记得订阅世界冷知识 World Trivia。我们要开聊了。第10名 H&M。 第10名是谁啊？就是那个你逛街绝对绕不开的 H&M 了。这个瑞典品牌简直是平价时尚的救世主，一件基本款 T 恤只要20美金，换算台币差不多600块，买完还能顺便去买杯真奶加波霸，超划算有没有？ H&M 的衣服便宜到你会怀疑人生，尤其是那种穿一次就丢的快时尚款，洗2次就变形的那种哈。不过别看它这么庶民，知名度可是稳稳的，2025年还是挤进前10。为什么？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穿过它，你去任何商场随随便便都能看到它的招牌。俗归俗，但俗的很有存在感，谁敢小看它？听说他们家的设计团队灵感都来自街头，随手抓个潮流元素就丢进生产线，速度快到你还没反应过来，衣服就已经在打折了。喜欢环保的观众可能会皱眉头啦，毕竟快时尚有点地球杀手的嫌疑，但不得不说 H&M 就是那种穷人也能很潮的神器，2025年还是很夯哦。第9名 Zara。 第9名登场是 Zara。 这个西班牙快时尚品牌真的很懂得抓时机，换季的速度比我心情不好还要快。一件衬衫大概50美金，台币1500左右，走进去随便挑3件出来，感觉自己就是时尚杂志封面人物。 Zara 的知名度怎么来的？就是靠那种昨天还没看到今天就上架的魔法啊！你逛街看到橱窗，心想哇这个好好看，结果回家发现你的朋友已经在穿了，超打击有没有？他还有个外号叫高阶模仿大师，大牌设计师刚秀完新款，Zara 隔天就给你整出平价版，简直是神速。不过衣服质感还算 OK 了，至少穿出去不会被笑，耐穿度嘛，就看你洗衣服的技术了。2025年它还是很火，毕竟谁不想花小钱当潮人，对不对？你们有谁是 Zara 粉？留言告诉我啦。第8名 Adidas。 第8名来了 Adidas。 这个德国运动潮牌根本是街头的扛把子，3条线的 logo 谁不认识啊？一双经典的 Stan Smith 鞋子大概120美金，台币3600块，穿上它你立刻觉得自己可以去跑马拉松，虽然我这种懒人顶多拿来走路拍拍照。Adidas 2025年的知名度还是超高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只卖运动装备，还卖态度啊！不管是篮球场还是夜店，穿上它就是潮，超有范有没有？它还有那些限量联名款，每次一出就被炒到天价，转手卖都赚翻了。我有个朋友前年买了一双 Yeezy， 花了200美金，现在转卖能赚到500美金，真的夸张。不过我还是老实说，穿去爬山真的不行。上次我试了，回来鞋底直接说拜拜，心痛到不行。总之 Adidas 就是那种潮到骨子里的品牌，2025年还是稳稳前10。第7名 Uniqlo。 第7名是 Uniqlo， 日本的良心品牌，它就是基本款的无敌霸主，一件羽绒服大概80美金，台币2400左右，保暖又耐穿，冬天没它我真的会冷到哭。 Uniqlo 的知名度靠的是什么？就是那种你家衣柜一定要有一件的存在感啊！设计简单但超实用，颜色低调却很有质感，重点是价格还不贵，学生党、上班族都爱它。它还很会搞联名，像跟设计师合作出的联名 T 恤，一件才20美金，穿出去别人还以为你很有品味，超赚的感觉有没有？2025年它还是很强，尤其在亚洲市场，随便走进一家店都人满为患。我自己超爱他们家的 Heat Tech 保暖内衣，冬天穿了真的像被暖男抱住，感动到想哭。你们有谁也爱 Uniqlo？ 举手让我看到了。第6名 Gucci。 第6名来了 Gucci。
这个意大利奢侈品牌真的很会搞 bling bling， 一个双 G logo 的皮带就要600美金，台币18000块，买下去我下个月可能要喝西北风了。GUCCI 的知名度不用多说，随便走在路上都能看到它的绿红绿条纹，尤其是那些爱炫富的网红，背个 GUCCI 包包，感觉人生已经到顶峰。不过老实说，它的设计有时候真的很浮夸，像那种金光闪闪的夹克，穿出去我怕别人以为我在演舞台剧。但不得不承认， GUCCI 有种魔力，让你觉得贵就是好。2025年它还是很火，尤其是年轻人存钱也要买个小配件装一下。你们觉得 GUCCI 是真时尚还是纯炫富？留言告诉我你们的看法啦。第5名 Chanel。 第5名是 Chanel， 法国的时尚女王驾到，一个经典双 C 的手袋，价格大概5000美金起跳，台币15万耶！我的天，我可能要卖肾才能买得起。Chanel 的知名度真的无人能敌，香奈儿小姐的优雅基因直接传到2025年，穿它的人都自带仙气，走路像在拍电影慢动作，超有气场，有没有？它的香水也超有名，像第5那种经典款，100美金一瓶，喷一下觉得自己就是贵族。不过我这种庶民只能站在专柜外闻闻味道，回家继续喝我的柠檬茶。Chanel 的粉丝真的很忠实，2025年它还是高端时尚的代表，买不起也要知道它是谁，对吧？你们有谁梦想拥有一件 Chanel？ 留言跟我分享啦。第4名 Nike。 第4名登场 Nike， 这个美国品牌就是运动界的潮老大，一双 Air Max 鞋子大概150美金，台币4500块，穿上它你觉得自己可以飞起来，虽然我跑个100公尺还是喘得像狗。Nike 的知名度超猛，2025年还是稳坐前排，那个勾勾 logo 真的太洗脑，随便一个广告都能让你热血沸腾。它最厉害的是那些限量联名款，像跟明星合作的系列，每次开卖都像打仗，网络上抢不到还得加价买。想象一下凌晨3点守在电脑前，结果还是没抢到，气到直接摔键盘，超惨。不过 Nike 不止潮，还很实用，跑步、健身、逛街都能穿。2025年它就是街头霸主，谁敢不服啊？第3名 Louis Vuitton。 第3名来了， Louis Vuitton 简称 LV， 一个老花图案的手提包，价格大概2000美金起，台币6万块，随便走在路上都能撞包，真的无处不在啊。 LV 的知名度为什么这么高？因为它是奢侈品的入门款啊，想显摆又不想太高调的人都选它。2025年还是红到不行。不过我真的很好奇，满街的 LV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有次我朋友买了个2手 LV， 花了1000美金，结果回家发现拉链坏了，哭笑不得。它的设计其实很经典，老花图案几十年不变，但就是有种魔力，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 LV 超强辨识度，有没有？你们有谁背过 LV， 觉得值不值？留言告诉我啦。第2名 Hermes。 第2名来了， Hermes 中文叫爱马仕。这个法国奢侈品牌根本是低调奢华的终极王者，一个经典的 Birkin 包，价格大概3万美金起跳，台币90万耶，买下去我可能要卖房才能付得起。 Hermes 的知名度真的超恐怖，2025年稳坐第2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只是包包，它是身份的象征啊！你背个爱马仕，别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，好像你随时可以飞去巴黎喝下午茶。不过爱马仕最夸张的是，钱多还不一定买得到。听说想买 Birkin 或 Kelly 包，得先跟店员搞好关系，买一堆小配件培养感情，最后还得看运气，超像在玩养成游戏，有没有？想象一下，存了2年钱去专柜，结果店员说没货，他当场傻眼，回来跟我哭诉说，爱马仕根本是我的白月光。2025年它还是高端时尚的代名词，工艺超精致，几十年都不会坏，买不起的我只能远远欣赏。你们有谁也想要一个 Hermes？ 留言让我知道啦。第1名 Prada。 第1名揭晓，你猜是谁？ Prada。 这个意大利品牌在2025年直接称霸时尚圈的知名度，一个经典的3角 logo 手袋，价格大概2500美金起，台币75000块，
再加件标志性的尼龙外套，$1500，谁身上没点 Prada 元素啊 ？Prada 为什么能第一？因为它不只卖衣服和包包，它卖的是冷酷的时尚态度啊！你想想看，现在出门穿搭再潮，没个 Prada 配件，你敢说自己够范吗？它的设计超前卫，那个三角标随便一贴就是焦点，连我这种不懂时尚的人都被洗脑，觉得 Prada 就是酷的代名词。2025年，它的知名度真的无人能敌，尤其是年轻一代，存钱也要买个 Prada 小包拍 IG。它的尼龙系列更是经典到不行，防水又耐用，背出去回头率爆表。我知道有人会说，喂 ，Prada 也没那么夸张吧？拜托，那个三角 logo 谁不认识啊？随手一秀就是全场最潮好吗？好啦，2025年10大品牌排名大揭秘到此结束。从 H&M 的评价救赎到 Prada 的冷酷霸主，每个品牌都超有特色。你们最爱哪一个？我知道了，有人一定会在下面留言 Prada 第一会不会太夸张？废话，它的知名度高到爆，随手一背就是时尚教科书啊！快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谁该上榜？或者有没有被这些价格吓到？我超想知道你们的反应。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拜拜，爱你们哦！我们下期见。